最近的美股好像忽然又活了过来，不管是标普500还是纳斯达克，一改前阵子的低迷，现在又开始蠢蠢欲动。其实，真正的转折信号早就已经出现在一个很特别的数据上，这个数据究竟是什么？还有巴菲特为何选在今年退休？巴菲特的退休演讲究竟说了哪些话，是值得年轻一辈投资人学习的？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，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本集影片要来探讨美股的转折讯号、巴菲特的退休原因，以及巴菲特退休演讲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内容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。什么是 VIX？ 假设你走进一间咖啡厅，里面坐满了投资人，有的在滑手机，有的喝着咖啡，有的盯着笔电看股价，整间店气氛平静、轻松，像了正常的周一上午。这时候的 VIX 就是低的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市场还算稳定。但突然有人从门口冲进来，大喊：“总统宣布新政策了，还要加税！中国那边也反制了。”下一秒，整间咖啡厅乱成一锅粥，有人开始打电话卖股票，有人边看新闻边喊完蛋了。这时候的 VIX 就会飙上去，因为市场的情绪瞬间被点燃了。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 ，VIX 就像是这间咖啡厅的情绪侦测器，反映大家的恐慌程度。那么 VIX 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它其实是由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在1993年推出的，专门用来衡量未来30天内市场预期会有多大波动。注意哦，它不是在说股市会涨还是会跌，而是在说大家觉得接下来市场会不会很不稳定。如果多数投资人开始买进大量的避险选择权，代表他们觉得接下来风险很高，市场可能会剧烈波动，那 VIX 指数就会上升。反过来，如果大家都无所谓，没什么防备的动作，那 VIX 就会下降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 VIX 高是不是就代表股市一定会崩？ VIX 低是不是代表市场很安全？答案是不一定。VIX 高只代表市场可能剧烈波动，这个波动既有可能是往下的崩跌，也可能是往上的暴涨。就像如果气象局告诉你，接下来1周天气会剧烈变化，有可能是会突然变很冷，也可能是突然变很热。总之你知道天气要变，但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。但从经验来看，大部分的情况下 ，VIX 飙高常常是因为市场遇到重大事件，而且通常是不好的事件，像是金融危机、疫情爆发、贸易战升温等，这些都是会让投资人心慌意乱、疯狂抛售股票的时候 ，VIX 通常也会跟着冲上去。例如，2019年上半年，因为美国经济数据好，就业市场稳，整体气氛很安稳 ，VIX 也处在相对低点。但是到了5月初，美国总统突然宣布对中国加征新一波关税，整个中美贸易战的火苗又被点燃，市场瞬间陷入不确定。那时候 VIX 就马上往上冲，因为投资人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，很多人选择先跑再说。不过到了6月份的 G20 峰会，中美两国谈妥继续协商，市场心情回稳，标普500开始反弹 ，VIX 又慢慢回落。这样的例子非常多。每当世界局势突然变得不明朗，或者有什么突发消息， VIX 会立刻对这些恐惧产生反应。所以对投资人来说， VIX 就像是雷达，能侦测市场上的不安情绪，所以 VIX 中文叫做恐慌指数。而且很有趣的是， VIX 跟股市的关系往往是反向的，当 VIX 上升，股市通常会下跌，当 VIX 下降，股市反而可能稳定或上涨。那这代表什么呢？如果你是一个想做避险的投资人，你可以在 VIX 很低的时候布局一些相关商品。反过来，当 VIX 已经飙到历史高点时，你也要小心，因为这很可能代表市场的恐慌已经来到极限，搞不好也正是反弹的转折点。近期的 VIX 发生了什么？在今年4月初的时候， VIX 曾经飙到超过60的水准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不是普通的恐慌，而是金融危机等级的恐慌，差不多是市场濒临崩溃的那种紧张感。可是就在短短21个交易日内， VIX 居然一路从超过40跌破了20，这个速度之快，直接打破了 VIX 自1990年诞生以来的历史记录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 VIX 快速暴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如果你是投资人，应该高兴还是该小心？从历史见往之来，Bloomberg 投资集团整理了过去几次 VIX 指数从超过40快速跌到20以下的事件，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，几乎每一次在这种暴跌之后，美股都迎来一段可观的涨幅。根据他们的追踪统计，在这样的 VIX 快速降温事件发生后，标普500在1周后、1个月后、3个月后，甚至半年、1年后，表现几乎都是正报酬，而且不只是一点点，往往是有明显涨势的那种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 VIX 的急跌往往代表的是一件事，
市场情绪从极度恐慌快速回到理性。这种从地狱拉回来的情绪转折，对投资市场来说，其实是一种很强烈的反弹讯号。当然啦，也不是说 VIX 一跌，股市就一定喷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。像富国银行的首席策略师 Paul Christopher 就提醒说，我们之前太恐慌，现在可能又太乐观了。这句话也很中肯，因为现在的市场情绪可能已经从恐慌的极端跑到乐观的极端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次 VIX 的暴跌确实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，市场的恐惧正在消退，信心正在回来。这代表投资人不再觉得末日要来了，而是开始愿意重新评估风险，甚至进场布局。如果你是正在观望要不要投资的人，这可能是一个可以特别注意的时间点。不是叫你立刻梭哈，而是从市场情绪面来看，气氛正在转变。VIX 的崩跌背后不是单纯的数字下跌，而是整个投资市场心态的转弯。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，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。分析专栏的订阅连结就在下方资讯栏，有疑问也可以敲敲小帮手协助。为什么巴菲特要退休？巴菲特自己在一次采访中说，他也不太确定自己是什么时候做出这个决定的，只知道这是一个感觉累积的过程。巴菲特说，直到90岁那一年，他才真正开始感觉到老了。你可能会想，90岁了才有感觉，但对他来说，那种老去不是一夕之间，而是一些看似不痛不痒的变化，慢慢堆积起来的。他说，有时候会突然忘记别人的名字，走路的时候偶尔失去平衡，看报纸时那些字不再清晰。他没有跌倒，也没有重大疾病，只是那种状况不如以往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而且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，一旦开始就只会往前走，不会往回退。巴菲特特别提到一个人，阿贝尔，他的接班人。他说，每天看着阿贝尔精力充沛处理事情，而自己则越来越慢，心里的感触也越来越深。从精力、专注力到一天能完成的工作量，我跟他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明显。也就是这些微妙的落差，让巴菲特终于做出决定，把掌舵权交给年轻一代。他并不沮丧，但你以为巴菲特会就此退休，回家养老，打高尔夫吗？他可是股神欸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？他说，虽然不再是 CEO， 但他并不打算停止工作。他还是每天早上读几份报纸，思考市场变化。虽然他的反应速度可能慢了一点，但他最珍贵的投资天赋，那种在别人恐慌时仍能冷静做决策的能力，一点都没有退化。这也是巴菲特最让人佩服的地方。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会开始怀疑自己，但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，尤其是在市场恐慌、价格暴跌的时候，别人会害怕、会逃跑，但他知道自己反而会比谁都冷静。当别人害怕的时候，我不会害怕。这句话是巴菲特一辈子的投资哲学。而现在，他把公司的经营交给接班人，自己则退居后方，在需要的时候仍然会挺身而出，像老鹰一样在高空观察市场动向，随时准备抓住最好的机会。所以，巴菲特的退休可能会让人感慨，但并不是故事的终点，而是一段传奇的转折点。而这个转折不是因为世界变了，也不是因为他想放弃了，而是他认知到自己的身体节奏，愿意把舞台让给下一个准备好的人。这样的智慧与谦逊，才真正展现出一位巨人的高度。巴菲特在退休演讲上说了什么？在这场长达4个小时的分享中，真正让人动容的，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投资策略，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金融预测，而是那些最普通、最人性，却又最难做到的人生智慧。今天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巴菲特在他人生舞台谢幕时，留给我们什么最珍贵的提醒。巴菲特说，人生最重要的投资，不是在股市，而是在你选择与谁同行。巴菲特和查理·蒙格的友谊就是最好的典范。他们不是普通朋友，而是彼此生命中的合伙人和贵人，一起并肩打仗，一起思考未来，甚至可以说是彼此成就了对方。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当你跟一群总是爱抱怨、只看眼前、每天喊累喊烦的人混在一起，久了你也会被拉低能量。但如果你身边有那些正向、有见识的人，不管你现在在哪里，你的未来都会不一样。巴菲特说，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之一，就是遇到了对的人。而这句话放在工作和婚姻上也一样。他告诉现场的年轻人，不要太在意第一份工作的薪水高不高，重点是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一毕业就开始焦虑，这份工作钱够不够，会不会让我有面子？但他们忘了，每天有1/3的时间都会花在这份工作上。如果你根本不喜欢它，你在用什么在燃烧自己？巴菲特今年94岁，他不是没钱，也不是缺自由，他完全可以退休去海岛过日子，但他选择继续每天工作。他说，我每天醒来最期待的就是走进办公室，
读报纸、看数据、思考市场。我不是在工作，我是在做我热爱的事。而讲到家庭，巴菲特说，人生最重要的决定，其实是你选择和谁结婚。这听起来像一句老掉牙的话，但他认真地说，一段好的婚姻不只是情感支持，更是一种心灵的稳定。他曾经说过，是他的妻子苏珊给了他最大力量。即使后来两人分居，苏珊依然守护着他们的家庭，他的生活成为他能够在投资世界安心战斗的靠山。我听到这里，真的深有感触。很多人努力拼事业，却忽略了身边那个在你低潮时陪你，在你迷惘时撑你一把的人。当你失败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愿意不离不弃地陪着你，那比任何投资都值得。接下来，有人问巴菲特，你怎么看待人生的低谷？他的回答很简单，却也意味深长。坏的事情总会发生，去关注那些好的事，这就是他的心态。即便94岁了，还是每天喝可乐、看报纸，活得像个小孩一样开心。不是他的人生没遇过挫折，而是他从不让那些挫折占据他的心。投资失败、股市暴跌、被人质疑，这些巴菲特都经历过，但他知道，只要心态稳住，总有方法解决。这种心态才是他能从年轻走到94岁，还能保持清晰头脑的关键。演讲中，有人问巴菲特，你为什么这么老了，还能思考得这么快？他笑着说，因为我每天都在读书啊。没错，他每天花4到5个小时读书。读书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让自己不断学习新东西，保持脑袋灵活。巴菲特说过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，读书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。如果这些世界富豪，甚至世界首富，都告诉你读书是最有价值的投资，这句话你信不信？连马斯克都说，我会成功，是因为我从小看很多书。如果你现在的人生卡关了，不妨也试着打开一本书，也许那里面就藏着你下一步的转机。巴菲特的这场退休演讲虽然是投资大师的告别，但他留下来的比起股市秘籍，更多的是一整套关于怎么活好这一生的思考。选对朋友，选对工作，选对伴侣，保持好心态，保持好奇，爱读书。这些话乍听很简单，做起来却需要一辈子的修炼。但也正因为这些道理看起来不难，我们更应该记住巴菲特这样的人。股神之所以能成为股神，不只是他对股市的掌握，而是他把这些简单而重要的人生哲学实践了一辈子。可以说，他的人生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。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，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。这是我的理念，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